19号到20号，中美经济工作组在京举行第5次会议。会上，中方就美对华加征关税、对华投资限制、涉俄制裁、打压和影响中方企业利益等表达了严正关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20号，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在京会见来华出席中美经济工作组第5次会议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尚博一行。何立峰表示，中美双方应落实好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和今年4月份通话重要共识，保持经济领域沟通交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妥处彼此关切，推动中美经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尚博则转达了中美经贸美方牵头人美财长耶伦的口信，表示美方愿与中方保持经济领域沟通，发展健康的中美经济关系。此次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为期2天，由财政部副部长廖敏与美国副财长尚博共同主持，两国经济领域相关部门到会交流。中美双方遵照双方牵头人旧金山会谈和广州会谈达成的共识精神，就两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关切等议题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沟通。中方就美对华加征关税、对华投资限制、涉俄制裁、打压和影响中方企业利益等表达了严正关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有分析指，本次会议在中美经济的当下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美国不断用所谓去风险和产能过剩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甚至鼓动盟友对华脱钩断链，无疑是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埋雷。面对分歧，中美需要沟通对话。另一方面，美联储近期罕见降息50个基点，意味着美国经济可能存在衰退风险。中方需要了解、沟通清楚这些风险，中美双方也要共同寻找化解风险的手段。中美作为世界前2大经济体，两国的经济形势关乎世界的发展。去年9月，中美两国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经济工作组由中美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两个工作组将定期、不定期举行会议，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观察指，中美经济部门定期频繁地进行交流，不仅是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得到有效落实的直接体现，同时也在向外释放着稳定中美经济关系的积极信号。尽管中美双方依然有很多的重大的分歧，但是双方依然召开经济工作组会议，依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这个是充分表明应该说是双方还是愿意通过对话来稳定两国的经贸关系来解决两国具有共同关切的、共同利益点的一些核心的关切同时也是表明己方的这样的一种立场。近日，在各方反对声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有关对华加征301关税最终决定，包括将中国产电动汽车关税提高100%，对中国产太阳能电池加征50%的关税，对中国产钢铁、铝、电动汽车电池和关键矿物加征25%的关税。相关措施将于本月27号起生效。中国商务部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中方企业利益。对华挥起关税大棒的同时，美方再出新招。拜登政府20号宣布，将向美国公司提供超过30亿美元的奖励资金，以促进用于电动汽车的先进电池和其他材料的国内生产。据悉，这笔赠款将资助14个州的总共25个项目，其中不乏密歇根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对美国大选结果至关重要的摇摆州。值得注意的是，这笔资金是美国政府为电动汽车电池项目提供的第2轮资金，加上本轮拨款，美国政府对关键矿产和电池供应链补贴已高达350亿美元。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柯静向深圳卫视分析称，除了浓厚的选战动机外，美方举措事实上反映了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对华策略，即在对中方的关键行业实施限制的同时，对内投入大量资金到本土的所谓战略性行业，本质上是一种政府干预下的利润再分配行为。但仅仅依靠补贴其建立起本土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愿景，恐怕难以实现。事实上，美方相关举措也遭致国内强烈反对声音，有舆论就批评称，试图用关税政策遏制中国产业发展，不仅是短视的，也无法实现重振美国产业的长期目标。你要符合经济原理，符合市场逻辑。美方实际上呢，它的这个土壤其实并不具备这样一种产业政策的这样一种土壤，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它的这样一种产业政策最终被证明是失效的话，产业政策一旦停止的话，其实你之前的投入也是打水漂，意味着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中美关系仍面临诸多挑战之际，美方官员老调重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近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佩尔在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小组会议上声称，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史上最大的挑战。他还渲染称，中美竞争的主要领域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主张政府和国会应为相关领域创造激励措施，同时阻止一些关键能力进入与美国激烈竞争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坎贝尔刚就所谓直接军援俄罗斯无端指责中国，而此前拜登政府也多次污蔑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品。观察认为，美方相关谬论有敦促欧洲盟友加大对华施压力度之嫌，但现实情况是，由于涉及自身经济等实际利益，欧洲的对华相关举措正变得更为谨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驳斥称，美方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国际形势，定义中美关系，错误地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是以自己的霸权思维镜向他国，是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严重误判，既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停止散布中国威胁论，停止歪曲中方的战略意图，把拜登总统4不一无意的表态落实到行动上。美日印澳领导人本周聚集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家中，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年度峰会。这样的安排格外引人注意。外界认为这是拜登的告别宴会，因为还有4个月，白宫就将迎来新的主人。实际上，日本政府将更早换届，岸田文雄也是最后一次参会。澳大利亚明年也将大选。4国领导人中有3位面临政府换届，这样的对话还有多大的效果受到质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已陆续抵达拜登的老家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由于拜登已经宣布不竞选连任，这将是拜登最后一次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3国基本勾勒出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地理轮廓，因此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被美国视为印太战略重要支柱。拜登上任后不久就拍板提升这一机制的层级至领导人级别会议，释放出加强印太战略的政治信号。2021年四方安全对话首次峰会在白宫举办，之后连续2年都例行安排。但去年5月，拜登因为美国国内债务上限危机谈判而取消访问澳大利亚的行程，导致当年的峰会被迫取消。今年1月，拜登又放了印度的鸽子，导致峰会被推迟至今。由于已经单方面放了2次鸽子，拜登此次把日印澳领导人专门邀请到他老家的私宅相聚，也被外界视作一次展示诚意的告别派对。白宫方面表示，拜登特别希望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融入个人风格，强调深厚的个人关系是其外交政策方针的核心。根据安排，在周末2天的时间里，拜登会自豪地展示他位于湖边的别墅，并希望与盟友们分享自己职业生涯的重大时刻。 We believe that you'll see coming out of this summit that the Quad is more strategically aligned and more relevant than ever before.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拜登首次在其位于威尔明顿的湖边别墅接待外国领导人。这处私宅距离华盛顿特区约160公里，乘坐火车大约需要1个小时。拜登担任国会议员时，每天都会往返2地通勤。就任总统之后，这里被认为是拜登的避难所，他经常在此度过周末。这座私宅对于拜登而言意义重大。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后，拜登就是在这里隔离，并通过网络展开竞选活动。这座私宅也成了事实上的竞选基地。由于这座别墅毗邻湖泊，疫情期间，拜登在家中发表连线讲话时，声音还多次被身后的鹅叫声淹没。That's the geese you hear in the background. There's a little pond out here. Those Canadian geese are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the virus. Anyway. 当地时间20号，拜登在家中接待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两人热情交谈，并在拜登十分喜欢的湖边攀谈。根据安排，拜登还将邀请领导人们在他的高中阿奇米尔学院共进晚餐。据悉，拜登想要在家乡做东，就是受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启发。去年7国集团峰会在岸田的家乡广岛举行，而这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也将是岸田的毕业派对。值得一提的是，拜登夫妇名下有4处房产，其中用作这次接待的湖滨别墅用地4英亩，于1996年以35万美元的价格购入，建有约654平米的别墅。拜登通常称之为家，这里承载了拜登的记忆。拜登任参议员时，曾一度被称为美国国会最穷的人。当时他的儿子与脑癌做斗争，拜登一度考虑卖掉家来支付医疗账单，但后来奥巴马主动借钱帮助他渡过难关。
此外，拜登在特拉华州里霍伯斯海滩还有一栋海滨别墅，于2017年夏天以270万美元购入。拜登曾表示，在海滩上买一处住所是他的梦想。据透露，今年7月20号晚，拜登就是在这里独自坐了一夜，隔天就做出了退出竞选连任的重大决定。拜登政府在对华竞争的这样一个战略导向的情况下，他是非常重视利用这个美日印澳这个机制来强化它的盟办体系，从而来塑造一个对中国的这样一个竞争优势。在自己这个执政快要结束的时候，还要举办这样一次首脑峰会，也表明他非常想把这个美日印澳这个合作作为他重要的这样一个外交遗产。至于峰会聚焦的议题，美方老调重弹称，希望通过美日印澳联盟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据透露，四国领导人将在21号的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推动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此外，美方声称，外界可以在联合声明中看到关于南海问题有史以来最强硬的措辞。白宫方面进一步透露，峰会预计将宣布成立联合海上安全和海岸警卫队合作，四国海警联合巡航行动将于明年初正式启动，目的是在南海和周边水域轮流巡逻。针对所谓中国非法捕鱼船队，美日印澳四国还正考虑让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上执法机构官员等在明年初登上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观察认为，相较于四国联合军演的高层级大规模，美日印澳深化海警联合巡逻相对低层级小规模，但此类行动的频率和强度都有可能大倍增强。他们先要加强这样一个联合巡航机制，其实就是要在一些低敏感度的灰色领域加强这样一个合作的情况，从而塑造一种这个合作的态势。那么将来可能在更多的议题领域加强这样一个合作，但是很显然，这些目标的实现呢，也是取决于方方面面的条件，包括他们内部的协调程度。就在峰会开始前不久，美国被爆出不会从菲律宾撤走中程导弹系统低风。今年4月，美国在靠近台湾岛的菲律宾吕宋岛部署该系统，用以参与年度美菲联合军演。原计划在9月军演结束后撤离，然而美国方面迟迟未动。9月16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采访时，也给出了非常模棱两可的答复。Do you plan to keep mid-range missiles capable of reaching mainland China at some of your bases? I can neither confirm nor deny if there is such a plan. 当主持人追问此举显然会激怒中方，为何菲律宾执意为之时，特奥多罗则辩称此事与中国无关，连美媒都对这个回答感到震惊。It's none of China's business that you have a missile that could reach their shores. 在19号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美菲的最新表态表示严重关切。我们敦促有关国家正视地区国家的呼声，尽早的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挑动军事对抗，按此前公开承诺，尽快撤走中导系统，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尽管美国试图拉拢盟友在中国周边频频挑事，但相关举措能发挥多大效能则引发质疑。美日印澳领导人中，拜登和岸田都将是最后一次参会，而澳大利亚将在明年举行大选，这一切都为四方安全对话的未来发展增添不确定因素。分析认为，虽然四方安全对话非常高调，但种种迹象显示，这次峰会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实际，还有很多陈词滥调难以落实。另一个重大挑战是，四国之间仍然存在不小的温差。在对华态度上，澳大利亚政府正努力改善中澳经贸联系，因此很难在安全议题上配合美方的政治诉求。而中日在20号还共同发布声明，涉及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日方罕见同意中方单独取样监测。外界认为这是中日关系转暖的一个契机。此外，印度一直被认为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短板。例如，在俄乌问题上，印度很显然和美日澳的态度截然不同。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今年连续拒绝访问印度的邀请，取消原定在印度召开的峰会，这都让印度方面十分不满。甚至有观察指出，美方称这次拜登在家中接待3国领导人带有展示诚意的意味，更多的是针对对美国心生芥蒂的印度。那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叫人走茶凉，领导人的变更对于这个美日印澳的合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冲击，也就意味着将来这个美日印澳这个合作机制，它实际上是面临着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对于美国总统拜登首次在家中来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您如何看？其实还有几个月，因为民主党内逼宫而退出竞选连任的拜登总统，就要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迫中途下车了。因此，现在也是时候总结一下拜登执政4年来的外交成果了。我认为实事求是来讲，过去4年，拜登在外交层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
包括利用俄乌局势的恶化，激化了处于脑死亡状态下的北约，把一度离心离德的欧盟重新绑在了自己的裤腰带上，在亚太地区巩固与重塑了美日、美韩、美澳同盟，构建了美英澳军事同盟，以及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爆发之后，基本上控制了局面，没有让战争升级等等。但是唯有在印太战略层面，尤其是在构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上，基本上处于了烂尾状态。这背后的原因主要就在于，当年特朗普用印太战略来替代亚太战略，本身就是一个战略性的抉择错误。虽然印太战略看上去似乎很美，可以利用中印领土主权纠纷这一矛盾，把印度拉进来围堵中国，实现印度洋与太平洋的联动，进而在海上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堵。但是让美国没有想到的是，在印太战略中掉链子的恰恰就是印度。印度之所以掉链子，一是因为印度的心思只是在看好印度洋，对太平洋地区没有兴趣；二是因为近年来印度政府与锡克教的冲突，导致美国与印度之间产生了剧烈的文明冲突；三是因为在俄乌局势恶化之后，印度不仅没有跟在西方后面制裁俄罗斯，反而以大量购买俄罗斯油气资源的方式支援了俄罗斯。这些都导致了印太战略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面和心不和，难以为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拜登在自己家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虽然看上去很轻松随意，但实则是在打起精神，强颜欢笑。那么，对于这次在拜登老家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还将重点关注中非南海争端，您又是如何看？我认为，假如说拜登的印太战略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烂尾了的话，那这4年来拜登的南海战略，这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失败了。大家知道，拜登南海战略的核心就是利用中非南海主权之争为抓手，挑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对立，尤其是离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而让东盟加入到印太战略当中来。然而，由于美国在支援菲律宾政策上的跳票，这就不仅导致菲律宾对美国的信心产生了动摇，而且导致其余的东南亚国家进一步看穿了美国的花拳绣腿。所以我们看到，在拜登执政的4年，一是其余跟中国存在南海主权争议的国家并没有接受美国的挑唆，跟在菲律宾后面向中方发起挑衅；二是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仍然如故，并没有其他东南亚国家跟在菲律宾后面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三是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开表态要加入印太战略。而在我看来，在支持菲律宾介入中非南海主权之争上，拜登政府之所以会跳票，主要是因为美国自身陷于了3大战略困境当中难以自拔。其次，美国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怂恿菲律宾挑起中非南海主权之争的真正目的，是要利用菲律宾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来包围台海，并不是为了帮助菲律宾争抢南海主权。其二，在应对俄乌局势与中东局势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的情况下，美国没有能力在南海开辟第3战场。第三，美国的对华战略是既要竞争与对抗，但又不能让中美关系破局，尤其是不能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而在军事层面，帮助菲律宾介入中非南海主权之争，显然不符合美方自身划定的中美道而不破的底线。除了这个3大战略上的困境之外，美国介入中非南海主权之争还面临着一个难以克服的战术困境。因为中非南海主权之争并不是发生在菲律宾本土，而是发生在中非有争议的海域，美国要介入，在法理上师出无名。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对美国使用的是不对称战术，也就是我们在处理中非南海主权之争时，始终没有出动海军，而仅仅是出动了行政执法力量，也就是出动了海警。这就导致了看似强大的美国海军在处理中非南海主权之争时，压根就帮不上忙，使不上劲，找不到着力点。我认为正是因为无法独自应对中非南海主权之争，拜登政府才准备将这个包袱
甩给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准备让他们来帮忙救场。由拜登政府主导的本次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准备动用4国的海岸警卫队来进行联合巡逻，以打击中方在印太海域作业的所谓非法捕鱼船队。您对此又是如何看？说实在的，第一眼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真是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众所周知，美日印澳4国实施的印太战略，以及成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初衷，是要打造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个幌子，从海上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与围堵。也就是说，这本来是一个看上去属于意识形态与安全层面的所谓大战略，并且这个大战略是要由美日印澳4国的军事力量来执行的。而本次四方峰会讨论的却是要利用4国的海岸警卫队来在印太地区进行联合巡防，并且针对的是在公海上合法捕鱼的中国渔民。这就不仅背离了所谓的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初衷，而且这还是印太战略由战略层面降格为了战术层面，从维护意识形态与安全层面降格为了行政执法层面。那么问题就来了，美日印澳4方，尤其是拜登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此举的意图究竟何在？我认为他们这一动作实际上是在虚晃一枪，对付中国渔民是假，对付中国海警才是真。或者说，他们只不过是以对付中国渔民为幌子，为联手出动4国海岸警卫队来对付中国海警寻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这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海警是中国渔民的真正守护神，他们联合出动海岸警卫队来对付中国渔民，就必然会跟中国的海警正面杠上。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年来中国利用海警来应对中菲南海主权争议的做法成效非常的明显，为维护中国的南海、东海与台海主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还让美国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处于了老虎吃天不知从何下嘴，干着急而又没有办法，找不到合法有效与正当的着陆点的这么一种状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无法出动海军来对付中国海警的尴尬，他们才决定以富渔为名，联合4国的海岸警卫队来对付中国的海警。那么假如美日印澳真的就此达成了共识，那也就意味着中国与美日印澳的海上执法力量正面博弈的大幕将正式拉开。未来中方在处理东海、南海、台海，尤其是处理中菲南海主权之争时，有可能会碰上美日印澳4国联手组建的海岸警卫队。在任长达10年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卸任在即，他被认为是美国战略目标的忠实的执行人。发表告别演说时，斯托尔滕贝格宣称，欧洲应吸取俄罗斯的教训，不要对中国犯下同样的错误。实际上，正是在他任内，北约不断东扩，埋下俄乌冲突的祸根。他还推出所谓全球化北约战略，将地缘政治紧张输出到欧洲之外。应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邀请，斯托尔滕贝格19号在主题为“回顾充满挑战的10年”的活动上发表告别演说。他总结了自己过去10年的政绩。他说，10年前北约4分5裂、过时、愚蠢，现在北约强大，团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并视北约扩张为其最大的政绩。We have strengthened our defenses from having 0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combat-ready NATO soldiers on our eastern flank, from thousands to 500,000 troops on, and our family of allies and partners has grown. Montenegro, North Macedonia, Finland and Sweden joined our alliance, and Ukraine is closer to NATO than ever before.
斯托尔滕贝格继续敦促北约成员国提高国防开支，至少达到并必须超过在 GDP 占比2%的水平。回顾斯托尔滕贝格10年任期，北约的全方位扩张是主题词。统计显示，这10年间北约军费增加了超过30%，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11850亿美元。在北约军费大涨的背后，美国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而美国的盟友却要承受沉重经济负担。过去2年，北约2/3的军事采购都是与美国公司进行的，金额高达1400亿美元。因此，北约不断扩大军事开支的受益者正是美国军工企业。智库机构欧洲经济和财政政策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增加军费开支带来的经济压力会破坏社会福利制度，削弱关键领域的公共投资，可能导致公众不满和社会动荡，这将对欧洲国家内部安全和稳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对于这个斯托尔滕贝格这些人来讲，他们所做的表态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或者说他们在这样的一种军备竞赛里面，他们可以取得利益。但是整个欧洲呢，欧洲的民众呢，北约继续按照他在任的时候所搞的这种党同伐异的去人为制造军备竞赛的方式去推进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欧洲会进入更危险的状态。斯托尔滕贝格还谈及俄乌冲突，但他对乌克兰何时能加入北约闪烁其词。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can do is to prepare them. 外界注意到，6月12号，斯托尔滕贝格曾亮明底牌，宣称如果乌克兰希望加入北约，就必须在其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取得胜利。这种说法与美国口径一致。在斯托尔滕贝格做出此番表态后不到2个月，至少1万名乌军就冒险越境袭击俄罗斯境内的库尔斯克州。有分析认为，这明显是受到了北约煽动的一次军事冒险，但其后果是俄军趁机猛攻乌东地区，而乌军的防御力量却捉襟见肘，同时财政和兵源都迅速恶化。北约75年的历史是不断扩张的历史。冷战结束后，失去对手的北约被认为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欧洲内部出现了要求解散北约的声音，但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北约开始谋求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以此来为其续命寻找合理性。但这直接导致乌克兰危机轮番升级。实际上，美国成为乌克兰危机的最大赢家，既打击了对手俄罗斯，又强化了对欧洲盟友的控制。对于斯托尔滕贝格的言论，俄方回应称不会想念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斯托尔滕贝格采取了短视和不专业的步骤，奉行极具挑衅性和危险的立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形容斯托尔滕贝格有勇无脑。有分析认为，北约尚未准备好让乌克兰加入，因为这关乎北约对自身与俄罗斯之间的风险管控。美国总统拜登将自己的外交政策遗产押注于武装乌克兰并击退俄罗斯，同时确保美俄之间不会陷入濒临失控的高风险局面之中。不过，一些成员国则担心，对乌克兰的过度军事援助和训练会导致乌克兰危机北约化，使北约直接卷入战争。北约内部的很多问题，其实很多欧洲国家自己也清楚，一切由美国人来决定。那么美国人的行为，或者说美国人在主导北约的运作的时候，他是以欧洲的安全，还是以美国的利益为准？这件事情，我觉得欧洲人自己要弄清楚。那么，如果说欧洲真的认为说一切紧跟美国，欧洲就能获得安全的话，那么看看现在就明白，欧洲是获得不了安全的。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并不需要一个安全、稳定、强大的欧洲，就像美国不需要一个安全、稳定、强大的世界一样。值得警惕的是，斯托尔滕贝格还把矛头指向中国，他鼓吹自由大于贸易，显然是针对近期欧委会酝酿的对华电动车征税指手画脚。实际上，斯托尔滕贝格长期鼓吹所谓对华脱钩断链、去风险。Russia used gas as a weapon to try to coerce us and to prevent us from supporting Ukraine. We must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 with China. Depending on Chinese rare earth minerals, export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allowing foreign control ove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weakens our resilience and create risks. Of course, we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China. 斯托尔滕贝格以俄罗斯天然气举例，但据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西摩赫什的调查指出，北约在2022年6月的一次军事演习中安放了海底炸弹，并在9月时引爆，炸毁了北溪天然气管道，这造成了欧洲连续几年的能源危机以及通胀危机，严重影响了民生。有欧洲舆论称，斯托尔滕贝格是美国战略目标的忠实执行人。他近年来提出所谓全球化北约的战略，其中重点就是以所谓中国威胁为由，鼓吹北约对接美国印太战略。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欧洲的所谓系统性挑战，还将供应链、科技以及经济安全等内容纳入北约的议程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下，北约东进印太的步伐明显加快。过去几年中，北约成员国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德国等先后向亚太地区派遣军舰，与日本等国联合演训。一些北约军舰还穿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此外，北约也拉拢日本和韩国进入到北约的一些下设机构中。尽管美国极力推动北约向亚太扩张，但北约内部目前对此并未形成共识。北约一度试图在东京设立亚太地区首个办事机构，日本政府据称已经为此提供了办公场地、经费和人员，但由于法国反对，最终不了了之。法国总统马克龙明确反对北约东进亚太，强调北约的活动不应超出北大西洋这一地理范围。美国外交学者网站近日发表文章直言，乌克兰危机和欧洲最近的选举表明，欧洲自己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处理，欧洲人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地盘，而不是寻求在亚洲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应该是为了促进欧洲和亚洲的发展，而不是为了建立对抗性集团。对于欧洲来讲，你自己面临着复杂的局势，你自己的能量、力量，真正的万里迢迢到西太平洋也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你也没有这种真正的能力。那这个时候，你去跑来紧跟美国，证明我跟美国是一边的，能得到什么好的结果吗？斯托尔滕贝格即将在2024年10月1号卸任，将北约领导权提交给荷兰前首相马克·吕特。但目前北约内部充满了不安的气氛，一些欧洲成员国担心，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可能会减少甚至放弃美国对北约的承诺。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多次敦促北约组织中的欧洲盟友提高国防开支。他威胁说，如果盟友不能达到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最低标准，美国将考虑停止为盟友提供军事保护。特朗普还曾在今年1月一次竞选集会上称，如果美国受到攻击，他不相信北约会站出来帮助美国防御。法国总统马克龙曾一度宣称，北约已经脑死亡。对于欧洲来讲，也很清楚的知道，北约的主导权牢牢的在美国人手里。所以你把斯托尔滕贝格换成吕特，会带来什么影响和变化吗？不会，因为决定权仍然在美国人手里。欧洲人现有的力量不可能形成一个跟美国人在北约内部进行博弈的这么足够强大的整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北约还会像现在这样，那么继续的以美国的利益为首要的利益，那么继续以美国在欧洲乃至于世界的整个的这个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控制为主要的目标。美国总统选举首轮现场投票20号开启，意味着本届大选正式进入冲刺期。最新民调显示，两位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在两人上次对辩中取得主动优势的哈里斯表态称，正在争取与特朗普进行第2次电视辩论。特朗普会应战吗？大选白热化，哪些议题成为两党近期博弈的焦点？来看看报道。明尼苏达州、南达科他州和弗吉尼亚州20号率先开启现场投票，选民们已经排起长队。到10月中旬，还将有10多个州开启现场投票。各地加大安保力度，保障工作人员和投票点安全。美国选举有3种投票方式，选民可以在11月5号前往投票点进行投票，也可以提前现场投票或者进行邮寄选票。从以往经验来看，不少选民青睐提前现场投票，不愿等待的一大原因是选举日当天可能会发生混乱。而美国邮政服务不佳，加上特朗普在上一次选举结果出炉后不断挑战邮寄投票的公正性，这将劝退不少选民采用这种传统的投票方式。首轮现场投票的开启意味着美国大选进入了冲刺期，但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紧咬。哈里斯在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领先4个百分点，这给特朗普带来不小的压力。最新民调还显示，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依然是经济、堕胎和移民等内政问题。哈里斯20号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集会上继续主打女性堕胎权和生育健康权利竞选议题，称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将禁止堕胎，对女性自由和生命构成威胁。1 in 3 women in America lives in a state with a Trump abortion ban. 面对支持者们，哈里斯再次向特朗普下战书。I'm trying to get another debate. We'll see. 而上周末刚刚遭遇第2轮暗杀未遂的特朗普也在加紧恢复竞选活动。他17号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集会上表示，只有重要的总统才会遭到枪击。但美国媒体注意到，在第1次遭枪击未遂后，特朗普人气一度猛增。他随后的竞选文宣暗示自己是天选之人，但这一点在比他年轻很多的哈里斯接棒后，似乎已经不再奏效。其后，在另一场筹款活动上，特朗普重点针对中东问题向哈里斯开麦，批评他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力挺以色列。特朗普还语出惊人地表示，如果自己败选，以色列将在2年内面对灭绝，并呼吁犹太选民支持自己。
Rockets will rain down from above until the Iron Dome has been exhausted. You don't have a protector. You have a big protector in me. You don't have a protector on the other side. 特朗普声称，最新民调显示他在美国犹太人中的支持率为40%。他还向犹太团体发出警告。I've said long and loud, anybody, and especially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anybody who's Jewish and loves being Jewish and loves Israel is a fool if they vote for a Democrat. You should have your head examined. 据悉，特朗普当天参加的2场活动都与美国共和党大金主、以色列裔美国女富豪、美国赌王谢尔登·阿德尔森的遗孀米利亚姆·阿德尔森有关。阿德尔森夫妇是特朗普2020年大选的主要捐赠者。尽管米利亚姆没有参与本届大选共和党初选阶段的筹款活动，但他已经为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保护美国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目前，特朗普竞选团队把赢得关键战场州的犹太选民支持作为优先事项。共和党犹太人联盟已向这些摇摆州投入了广告资金，瞄准犹太选民。观察认为，特朗普近日大打犹太牌与拜登政府无法有效斡旋加沙停火有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度前往中东，但当地局势越发混乱。哈里斯作为拜登的副手，部分犹太选民对他的外交能力存疑，但民主党方面对此并不这么看。美国犹太民主委员会本月展示一份调查结果称，72%的美国犹太人支持哈里斯，远超特朗普的25%。特朗普和哈里斯近日还因美联储降息隔空互怼。特朗普直指降息幅度如此大，要么说明经济非常糟糕，要么就是他们在玩弄政治。哈里斯则针锋相对的在一份声明中说，对承受高物价的美国人而言，降息是受欢迎的消息。他若当选总统，首要任务是降低日常生活成本。按照哈里斯的说法，特朗普如果当选，会用特朗普税让一个美国普通家庭每年开销增加近4000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两党竞争白热化，但在一个问题上罕见达成高度共识。当地时间20号，美国会众议院罕见的以405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了加强总统安全法案，要求美国特勤局局长采用统一的标准来保护美国总统、副总统以及主要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分析认为，这显示在美国社会撕裂和极化的情况下，两党都对其候选人的安全状况感到担忧。